6月，总有那么几组搭档，在荧幕之外悄悄酝酿出最动人的化学反应。而在这个夏季，于龙与杨咩咩的幕后互动，仿佛一股清风拂面，悄然温暖了无数粉丝的心。他们在剧组中的默契，从一个眼神到一个笑容，似乎都藏着一种只有我们懂的情感密码。没有台词，没有刻意设计，但每一个瞬间都让人想反复回看。6月的片场总是闷热而忙碌，但在高强度的拍摄中，他们依然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真性情。一个帮对方整理服装的小动作，一次对事后的默契大笑，一次被导演喊卡后偷偷击掌庆祝的小调皮，这些细节比戏里的浪漫更加真实动人。如果说舞台上他们是角色的化身，那么幕后时的对视则更像两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。在一次花絮中，当镜头切换到拍摄间隙的两人时，于龙正专注看着杨咩咩，眼神中充满温柔与欣赏。而杨咩咩回望他的那一刻，竟然不自觉地嘴角上扬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这样的眼神对视不止一次。从剧组摄影师记录的画面来看，只要两人不在镜头下，一有机会交流目光，他们就像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沟通。那些看似普通的瞬间，却成了粉丝剪辑视频里的高能片段。仿佛在这寂静无声的对视中，他们说尽千言万语。于龙向来以冷面男神著称，但只要和杨咩咩在一起，他身上就会多出几分温柔与暖意。他会主动帮杨咩咩挡太阳，把自己没喝几口的冰咖啡递给他，甚至在他打喷嚏时下意识掏出纸巾。所有这些小动作都藏在不经意里，却让人感受到他细腻的关怀。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是在一次夜戏结束后，杨咩咩因冷风瑟瑟而打哆嗦，于龙脱下自己的剧组外套盖在他身上，还轻声对他说：“拍得太好了，你辛苦了。”那一刻，现场工作人员都被这个小举动感动，纷纷感叹这才是真绅士。杨咩咩向来以古灵精怪的性格著称，她在剧组里就像一束阳光，总是带给大家无尽的活力和欢笑。每当气氛沉闷或拍摄遇到瓶颈，她总能及时站出来，用她的方式搞气氛。她最喜欢的就是模仿于龙拍戏时的表情，经常故意在导演喊卡后模仿对方的语气重演一遍，惹得大家笑声不断。而于龙虽然面上装作严肃，眼底却总带着宠溺的笑意。这种甜而不腻的互动，仿佛让整个片场都充满了粉红泡泡。有趣的是，在一次夜间收工后，剧组悄悄组织了一场沙雕游戏大赛，本意是为了放松演员的情绪，没想到于龙和杨咩咩却直接上演神仙打架。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整，互相画脸、猜词语、跳尬舞，一场比拼让所有人笑到腹肌疼。尤其是在玩你画我猜时，杨咩咩画了一只外星鸡，于龙居然秒猜中杨咩咩本人，引得全场爆笑。而后他还补了一句：“只有我了解你思维方式。”这一句可谓瞬间把所有粉丝击中心吧。任何一部剧集的背后都会有一堆 NG 镜头，而在某某剧的幕后花絮中，于龙和杨咩咩的 NG 合集堪称经典。他们经常因为对方一个小表情或者一声憋笑而导致连续 NG。可贵的是，两人从不责怪彼此，反而笑着互相鼓励。有一次，于龙明明已背完超长台词，却因为杨咩咩突然做鬼脸笑场，当时他故作严肃说：“你毁了我今天的高光时刻。”结果两人一起笑倒在草地上，还被导演调侃：“你俩不如直接拍综艺算了。”每次换装准备拍戏时，于龙总是那个默默站在杨咩咩身边帮忙拎衣服、递发夹的人，而杨咩咩也总在他换装期间递上饮料，顺手拍拍他衣服上的灰尘。这种毫无保留的默契互动早已超出普通搭档的范畴。据造型师透露，两人甚至会主动沟通造型搭配，希望彼此在镜头前看起来更协调、更登对。这份为对方着想的心意，让很多工作人员都表示，他们才是最佳 CP， 不接受反驳。6月某日，剧组特别举办了一场绿色环保日活动，演员们被邀请到后山种植小树苗。
鱼龙和杨咩咩默契十足，居然选了同一棵树苗一起照料，连挖坑、扶正、浇水都分工明确。种完后，两人还偷偷在树干上刻下名字首字母。这棵树成了 CP 粉的朝圣之地。有人甚至留言，希望这棵树见证他们的成长，也见证一份特别的情感。小树苗虽然还很嫩，但它承载了两个年轻人的热情与愿望。虽然剧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拍摄，但偶尔的休息时间，鱼龙和杨咩咩还是会私下结伴去买奶茶、逛附近的夜市，或是到剧组宿舍楼下散步。有一次，路人拍到两人一起坐在长椅上，一边喝奶茶一边讨论剧本，神情认真却亲密。虽然他们都未公开承认什么，但这样的画面比任何官宣都更有说服力。在剧组的日常里，吃饭这件事看似平凡，却最能看出人与人之间的温度。特别是在高强度拍摄之后，饥饿感与疲惫感齐头并进，大家对热腾腾的盒饭总是充满期待。但每次饭菜送到手时，鱼龙总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便当递给杨咩咩，并轻声说一句：“你先吃。”这一句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却总是让人心头一震。因为在那个忙碌、嘈杂、人人都自顾不暇的片场，他还能不忘先想到对方的需要，这样的细节才是宠最动人的模样。有一次，因为拍摄延迟，饭点已经过去1个小时。盒饭送到时，很多演员都已经饿得眼冒金星，而杨咩咩此时刚从一场激烈的哭戏中脱身，脸色发白，眼睛微红。鱼龙接过便当后，没有急着打开，而是毫不犹豫地走到他身边，把饭放到他面前，赶紧吃几口，补点能量。杨咩咩抬头看着他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和感动。他本想说你也饿了吧，但话还没出口，就看到鱼龙轻轻摇头，低声笑着说：“我习惯了，先让你吃。”这种体贴并不是一次性的绅士举动，而是持续不断的下意识反应。从早期的拍摄花絮到后来的每日记录，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看到每一次饭点秀恩爱。有时候甚至导演都会调侃：“怎么每次都让咩咩先吃？于老师，你是仙人不需要饭吗？”但更让人感动的是杨咩咩对这份体贴的回应。他从不把对方的好当作理所当然，每次吃到一半，总会夹些菜送回给鱼龙，嘴上还不忘碎碎念：“你吃点，不然又说你瘦了。”有时候甚至主动替他喂一口，然后笑着补一句：“这样你才不会饿晕在片场，没人跟我对戏了。”粉丝们看到这些细节后，纷纷留言，光是看他们一起吃饭，我都觉得像在看偶像剧。这才是真实又动人的爱情预告片。不靠热搜，不用营销，就靠一个眼神，一句你先吃，我就彻底沦陷。人们常说，越简单的举动越能触及人心。一句你先吃，没有华丽语言，也没有刻意包装，却道尽了所有的温柔与偏爱。在鱼龙的世界里，也许杨咩咩的幸福和满足永远排在自己之前，而这样的真情才是幕后的堂中之王。